大家好，我是曹金成，这是我的 AI 小帮手阿叶。今天我们来谈谈幽默和笑。首先呢，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您最近呢常常笑没有？还是都很严肃，很少笑呢？如果您常常笑，恭喜您，这代表您身心年轻，而且未来会很长寿。我凭什么这么说呢？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大家都听过吧 ？Gallup， 他们针对笑和年龄的关联在16个国家曾经调查了140万人，并在2013年公布了下图的结果。图呢，它标题叫做“世界幽默悬崖”。这张图显示呢，就人类年轻的时候笑了很多，但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因为有求学就业升迁等等压力呢，笑就开始减少。但到了80岁以后笑又开始增加。盖洛普的调查证明了，我们笑的相对越多，表示心理年龄相对越年轻；笑的少，表示心理变老了。可是80岁以后呢，为什么人又会笑得多了呢？我猜一个可能就是老人痴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忘了，也可能是智慧成熟想开了。另一个可能就是你不喜欢的人都被大自然淘汰了，让你觉得很开心。那么关于笑另一个统计也很重要。挪威科技大学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曾经针对5万人做了15年的追踪调查，发现有幽默感、常常笑的女性她感染细菌或者病毒以后，她的死亡风险比没有幽默感的女性减少了83%。有幽默感的男性呢，感染以后比其他没有幽默感的男性呢，死亡率减少了74%。这个幽默跟笑为什么能够降低我们的死亡率？这个请阿叶来为我们说明一下。人类笑的时候，脑里面会释放几种荷尔蒙，包括多巴胺 （dopamine） 让人兴奋开心，催产素 （oxytocin） 让人加强爱意，缓解压力，安稳情绪，还有脑内啡 （endorphin） 让人减轻压力、紧张和焦虑，提升睡眠品质，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人类感觉到压力的时候，皮质醇 （cortisol） 会上升，抑制白血球的生成，因此降低了人类的免疫力。但是人类笑的时候，皮质醇则会降低。皮质醇的降低有助于白血球的生成，免疫力也就跟着提升。所以笑让人类脑里发生化学变化，让人紧张降低，身体放松，免疫力升高。一方面可以抗拒细菌和病毒的侵袭，另一方面可以修补受伤或发炎的器官，从而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笑和幽默不仅仅能让我们身心健康、延年益寿，那么现在广告行销人事管理政治募款竞选辩论等等许多活动都必须运用到幽默的技巧来达到效果。可以说呢，有效果就有效果。那么美国雷根总统就是很好的范例他的幽默让他竞选州长和竞选总统的时候都无往不利。那么雷根总统在1984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年事已高，73岁了。那么有的人就质疑他年纪太高，恐怕不胜艰巨。后来在最后辩论的时候提问人就问他说：“你担不担心你这个年纪太大，碰到紧急的事情你没有体力对付？”那雷根说：“完全不会他说我这次选举故意不提年龄的问题，因为我不想为了胜选，为了政治目的利用我对手的这个年幼无知、缺乏经验。”结果这雷根一回答，全场爆笑那么事实上他这样选举就已经赢定了那么下面来看看这段影片连接。
Mr. President, I want to raise an issue that I think has been lurking out there for 2 or 3 weeks and cast it specifically in national security terms. You already are the oldest president in history, and some of your staff say you were tired after your most recent encounter with Mr. Mondale. I recall yet that President Kennedy had to go for days on end with very little sleep during the Cuba Missile Crisis. Is there any doubt in your mind that you would be able to function in such circumstances? Not at all, Mr. Truitt,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also I will not make age an issue of this campaign. I am not going to explo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 my opponent's youth and inexperience.雷根的幽默啊，不仅仅现场观众，全世界观看现场直播的亿万民众都为之爆笑啊！所以这个笑话成功以后，你们看到雷根露出满意的笑容，他知道这场选举胜负已分啊。雷根会讲笑话，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视频啊，值得欣赏。I didn't tell this one to Gorbachev. You know, there's a 10-year delay in the Soviet Union of delivery of an automobile. And only 1 out of 7 families in the Soviet Union own automobiles. There's a 10-year wait. And you go through quite a process when you're ready to buy, and then you put up the money in advance. And this happened to a fella, and this is their story that they tell, this joke. That this man, he laid down his money, and then the fella that was in charge said to him, okay, come back in 10 years and get your car. And he said, morning or afternoon? And the fellow behind the counter said, well, 10 years from now,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And he said, well, the plumber's coming in the morning. 幽默机智跟现场发挥合起来威力无穷。古时候就有许多记载啊，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列有《古籍列传》，介绍一些机智幽默、几句话可以扭转乾坤的人。《史记》里面介绍这个第一个古籍的人叫做淳于髡，他是战国齐威王时代的部下啊。那么齐威王刚刚上任的时候纵情酒色，每天花天酒地，不想理朝政。结果这个3年之下，朝政败坏大家都很担心那可是也不敢劝，怕这个齐威王不高兴。那么齐威王有意思说，他喜欢给他谜语猜叫喜饮。所以有一天呢，淳于髡就跑去见齐威王，他说大王我们宫里面3年前来一只大鸟，这3年之间不鸣也不飞，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齐威王一听就说这是讲我齐威王就回答说此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于是呢，齐威王就罢饮罢宴然后把这个地方官统统找来开会，听完报告，听有一个人不错，当场给他升官另外一个呢很糟糕，当场杀掉这样来一个恩威并济，哇，这个百官突然这个士气振奋，马上回去大家努力干活，一扫颓势。齐威王自此称霸诸侯36年这个就是淳于髡的一个一鸣惊人的故事这也显示出这个幽默机智的一个威力。由于幽默在政治、商业上都能发挥很大的功效，现在美国许多大学和民间机构都投入研究，想知道人类为什么会发笑，怎么样可以让人发笑。现在有关于幽默的各种研究结果和著作纷纷出版，蔚为大观。我们下面看到这本书，是国际幽默研究协会叫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or Study，ISHS。他们在1976年开始就不断举办研讨会，并资助许多
有关幽默的学术研究啊。那么2014年呢 ，ISHS 出版了这本幽默百科全书啊，总结了50多年的研究成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购买电子书来阅读。那么我最近读过了一些幽默的书一本是叫《幽默密码》The Humor Code， 是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记者合写的。这描述的两个人为了探究人为何会笑的秘密，就跑到这个洛杉矶好莱坞这是脱口秀大本营，跑到纽约曼哈顿这个是娱乐世界的这个中心，也跑到非洲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去干嘛呢？因为坦桑尼亚曾有一年发现笑病，就是说从一个中学女生开始突然狂笑不已，感染呢很快，那么每个人就是大家都笑，那变成一个流行病那么他们也去研究说为什么这些人会笑后来他跑到日本、北欧还有巴基斯坦最后跑到这个巴西亚马逊，然后回到加拿大蒙特娄 Montreal 那蒙特娄呢这个地方每年举办全世界最大的幽默嘉年华会，名字叫做 Just for Laugh， 只为了笑那么所以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地球绕了一圈之后那么写出一个蛮有趣的故事这本书呢值得看看。我最近念过的另外一本有关幽默的书呢，叫《严肃谈幽默》这本书是2021年出版的还很新，所以台湾现在还没有翻译本。他这本书呢，介绍了幽默在企业管理和人际沟通上的妙用，教人如何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如何运用幽默来加强团队的向心力和创造力。我前面引用的这个盖洛普跟挪威科技大学的民调就来自这本书。那么介绍了这3本英文书呢，可能有些人觉得直接阅读英文书不容易。其实呢，你现在下载这个 Amazon 的这个一个 APP 叫 Kindle， 那么在上面读电子书变得很方便你看见不认识的字滑鼠点2下翻译就直接跳出来，完全不用查字典。我英文普通的很我不认识的单词非常多。以前呢看英文书老是要查字典，很累。但现在有了 Kindle 我可以直接看英文书，没问题。那么相信大家也都没有问题。那么谈到幽默的书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民国时期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名著《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这本书很了不起，他英文写作，然后在美国列为畅销书很久时间很轰动的一本书，也奠定了林语堂先生幽默大师的这个地位。林语堂先生在这本书里面对幽默有很简短可是非常深刻的剖析这本书虽然出版于80多年前他对幽默的这个论点至今仍然正确有力，令人赞赏。那么今天大家都喜欢笑话幽默全世界制作幽默、写笑话、讲脱口秀已经成为商机巨大的行业。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很会投入有钱赚而且有影响力的行业。美国犹太人的数目只占美国人口的3%，可是美国喜剧行业的从业者，包括研究写作编剧和脱口秀演出等等，犹太人的比率居然高达80%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行业，那么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予以开发。这一集我就谈到这里，下一集我会介绍人为什么会发笑，如何让别人发笑那么为什么集权国家容不得老百姓开玩笑？那么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